日还不到正午，村里来了一拨人，好几辆马车。李正，那些人不一般，连县令大人都陪着笑。你赶紧去找一下沈渊，这样肯定是找他的。刘李正，你来得正好，这位是京城来的李公公。李公公远道而来，我等惶恐。刘李正啊，沈渊和婉婉他们都不在家吗？李正，沈渊不在作坊，说是今天都没去过。许是有事出去了，不急，咱们等等。李公公，我这就派人去找。你们舟车劳顿，不如先去寒舍先休息一下。啊，那太麻烦了，也不用，我们先去作坊那边休息一下就行，那边有房间，也能沐浴。劳烦李正派人找一下沈渊他们。李公公，你们一路辛苦，不如先去那边休整一下。公主和县令大人真是客气了，咱家却之不恭了。那小人派人过去说一声，让沈素他们准备一下。吩咐了一个人先过去说，柳大平就陪着他们一起慢悠悠地过去了。一路上也能看看他们大柳树村的风景和田地。走了几步之后，柳大平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一件事儿，浑身像是被雷劈了一般。刚刚那李公公说的啥？公主？叶夫人竟然是个公主，嫁到叶家的公主，那岂不是护国公主啊？有娘嘞！知道他们是京城的贵人，来头大，也没想过来头这么大呀。那可是陛下的亲姑姑，沈渊他们肯定知道，咋就没说一声呢？哎呀，沈渊的前妻竟然是护国公主的女儿。呀，前面那山坡上开的是黄色的花吗？啊，这是油菜花，榨油用的。那些菜籽油比猪柏油要清香一些，出油率也高。榨油的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好像听陛下提起过，那感情好啊。虽然有猪柏油，到底太贵。若是这些菜籽油能便宜，老百姓岂不是都能吃上油了？此时的沈渊和苏婉婉其实是在山上。沈渊，一会儿我还要去转转。我以前看了很多小说，女主上山各种挖野菜、摘果子、采蘑菇，还有挖药材的，我都没来弄过。这山我经常来，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弄啊？就是蘑菇、野菜什么的，也早就被村民挖光了。至于你说的药材、果子，哪里那么容易找到啊？渊哥，你们这是准备种树？这是什么树啊？是一些果树，从别处弄来的。哎呀，这得赶紧种上啊！渊哥，你说你们种树这点小事儿也不喊我们帮忙，你和嫂子先下山吧，这些啊我们来种。对呀，渊哥，咋不叫我们呢？嫂子哪是能干活的人呢？哎，你一个人种着也是慢，交给我们来吧。你们快下去，那京城的贵人找你们肯定有好事。那成，谢谢你们了。那我和你们说一说都种在哪里，回头哥请你们吃酒。哎呦，可算是见到人了，这猛一看呀，真是一对璧人。公主，您真是好福气呀！李公公过奖了。沈兄，你们回来了，李公公亲自来，是带了陛下的圣旨过来。众人立马跪下接旨。至诏御史，朕承天命，统御四海，幸得良民，为国立功。今有嘉诚县主改农具，推作物，功绩卓越。朕念其勋劳，而又乃护国公主之亲女，特册封叶兴婉为嘉诚郡主，食入千担，赏金银珠宝若干，布告中外，提朕意焉。臣女接旨。嘉诚郡主，恭喜了，这些都是陛下的心意。有劳李公公，舟车劳顿，李公公不妨多休息2日再回。咱家只能絮叨一晚上，明日就要启程，陛下还等着咱家回去复命呢。那我让人带着公公去村里各处转转。
有劳敬马了。待他们离开，作坊的人一下子就松了口气。你们怎么不起来？快起来啊！婉婉，不对，你现在是郡主了呀，这咋回事啊？大家伙都糊涂着呢。亲家呀，原来亲家是护国公主啊！哎呀，这老婆子我以前也不知道啊，这。大伯娘，哎呀，大家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吧，没事。苏婉婉和张翠花就说起了自己的事儿，言明自己是公主的亲生女儿，并不是所谓的干女儿。娘哎，这话本子都不敢这么写吧？哎呀，婉婉呐，你这有娘家了呀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你不像村里姑娘呢，原来竟真是京城贵女啊！哎呦，我们家沈渊可真有福气，便宜那小子了。哎，不对，娘嘞，这是和皇上都扯上亲戚了呀！哎呦，沈家的媳妇儿是皇帝的表妹，这说出去，沈家祖宗怕是都要兴奋的诈尸活过来了吧？哎呀，这不行了，回头就让老头子去坟里说道去。亲家大伯娘啊，你以后也不用拘束，咱们还像以前一样相处。哎呀，这公主啊，您和这戏文里那些皇亲国戚的真不一样，是我们老沈家高攀了呀。公主您放心，沈渊那边啊，我们看着呢，绝不能让他负了婉婉。哎呀，这公主是真好啊，没一点公主架子。大伯娘，我今天上午在山上挖了荠菜，不行，晚上就过来吃饺子吧。啊，成，我回去就让你大嫂送些肉过来，也顺便啊再弄些菜，去村里买些鱼之类的招待贵客。张翠花说完，一溜烟的去帮忙了。一顿晚饭十分丰盛，吃的李公公一行人也是意犹未尽。翌日，苏婉婉准备了一些土特产给李公公装满了马车，让他带给陛下表哥。送走了李公公，大柳树村还是热闹了几天，甚至整个通许县都在谈论这件事儿。进入4月份，沈渊派去山上的人终于回来了，如愿带回来了一块从山上挖出来的石头，是江顺送过来的。他已经把那石头找专门的师傅看过了，证明的确是铁矿。渊哥，那山上的猛兽不对劲儿，怕是不好对付。他们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，那猛兽嗅觉灵敏，这次为了探查这消息，他们的人是装作农夫猎户进去的，为此还折了一个兄弟，直接被那猛兽给吞了。安顿好他的家人，多给些银子。那些猛兽怎么不对劲了？难道有人能控制猛兽？那些猛兽的状态像是发疯状态，有些兽类，如果你不去招惹他们，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。可是那些兽横冲直撞，像是受了蛊惑一般，不仅对人如此，估计山上的食草兽都快被他们吃光了。是有人控制了那些兽类，让猛兽发狂。世上竟然能有控兽的能人？也有可能是药粉。让人去各个药铺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能够让兽类发疯的药，又是否有解药。待到江顺离开，苏婉婉也是立马拿出了手机搜索了起来。能够让猛兽发狂的药，百度上搜索出来的都是化学物质，明显不是这个时代能弄出来的，只能说太玄幻了。婉婉，我觉得这件事怕是不好应付，若真是猛兽护山，即便出动军队过去，伤亡也很惨重。你是猜到了是谁吗？很可能是我二伯，但是我怀疑他背后还有人，而且这铁矿山不一定是他自己出面，想要牵扯到他，必须拿到切实的证据。那个人必须找出来，我们也必须找到他们的养兵之处。陛下还是太仁慈了，祖父和我都认为不出2年，陛下就会处理掉霍家。所以我遇到了你之后，想让你和公主相认，就是想着我若是身份暴露，公主也能够护着你。谁曾想到了今天，陛下还未对霍家下手。媳妇儿，都怪我，让你扯入了漩涡之中。不，这不怪你，
这是天意。沈渊，就算没有你，我肯定也会找亲人，找到娘，恢复身份，霍家也还会这样。我还觉得，就算没有我，你也不会真的顺着祖父的意见做事不管的。你啊，会管的。你是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你爱护着百姓们，只要百姓有难，你依旧会冲到最前线。沈渊，我们有钱有粮，不怕他们。这次我们一起入京吧，想办法见一见祖父。好，我和你一起进京，让大伯想办法带我去见一下陛下。夫妻二人商量之后，苏婉婉决定还是要给唐城打个电话。他真的可信吗？我觉得可信。上次联系那么久了，网上关于我的事情是没一点水花。想来真如他所说，时间过去这么久，我那案子早被人遗忘了，没人会注意。更何况可信不可信，除了他，我也想不到其他人帮忙。二人是在第二天下午，唐城下班晚饭之前打给他的。吃饭啦，唐城，你这孩子喊半天了，咋还不出来呀？唐城收了手机准备出去，可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声却响了起来。他打开手机看到那个号码，神色一震。妈，你们先吃，我这边有个东西要查。喂，是你吗，苏婉婉？是我，唐警官。你可以叫我陈哥，此刻和你联系的只是一个朋友，并不带什么职务。谢谢陈哥，那小妹就直说了，我想请你帮一个忙。你是遇到了什么难题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我得先知道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空。应该是个平行世界，古代的，生产力发展水平类似于咱们的汉朝。苏婉婉没有隐瞒，但是也没有多说，只说是那天落河之后自己就穿越到了这儿，然后遇到了沈渊，现在已经嫁为人妻，过得还不错，让他不要担心。唐城听到这些也没意外，只是好奇。苏婉婉答应他，加他微信，给他发几张图片，这才开始说起正题来。我这边有人私挖铁矿，而铁矿周围有很多发疯的猛兽，我想对付那些猛兽，托你买一些高压电棍和电网之类的。我知道高压电棍怕是不好买。没事，好买，我还可以给你买一些麻醉枪。那真是谢谢你了，我这还以为那些东西不好弄呢。这些还好，可别是什么枪支弹药，那些不好弄。但是你若真的需要，我也可以想想办法。原来唐城竟然也是个大佬吗？连枪支弹药也能弄，该不会是铤而走险去犯罪，撬了橘子的武器库吧？不用不用，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一定要确保你安全的前提下，枪支弹药用不到的。安全，绝对安全，你放心吧。就是吧，我就是好奇你在那边的生活和故事，有空给我讲一下就行。你这可是真实发生，比看小说带劲儿。原来你也是重度小说迷患者啊，真是没想到。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看，不然还真不信你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到现在我还感觉有些玄幻。我给你发图片，你会信的，顺便给你转钱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你核算一个金额给我。具体我也不知道，我回头问问我二爷爷。钱的事情不用着急，我二爷爷有钱，随时联系。等挂断了电话，加了唐城的微信，让他发一个账号来，先给他转了100万的定金。唐城把账号刚发过去没多久，便收到了转账。接着他的微信上还接收到了很多图片，他直接一个个的点开来看，有收麦子的，有野猪下山的，还有这孩子们玩耍的。小山村看起来很温馨，图片上的人一个个都是笑容满面的。哟，这妥妥的种田文啊，挺好的。吃过晚饭，他便开车去找二爷爷了。你小子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二爷，瞧你说的，孙子就不能来看您了？二爷爷，这里啥都不缺，我也就没带，下回给爷爷带好东西。你能有啥好东西啊？天天上个班，第一个案子就没办好，后勤那点工资都不够你吃的。那个失踪的女大学生到现在还是没有一点线索吗？好好的一个人咋就会失踪了呢？那么急的河流怕是没了吧？
唉，没有，8成是已经没了。真是可惜了，多好一姑娘呀！对了，你小子有啥事儿赶紧说吧，这大晚上的别耽误我睡觉。二爷爷，您坐，我慢慢和你说。等等，你说你什么？你要麻醉枪、高压电棍，干什么？还有那么多。小程啊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咱可不兴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。二爷爷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咋可能做违法乱纪的事儿？若真那样，我爸不得打断我的腿？我这也是真没办法，除了二爷爷有这能耐，我也找不到别人啊。放心，绝对是正经事儿，绝对不会给咱唐家抹黑的。爷爷，你英明神武，是咱唐家的主心骨，这事儿除了您，我就想不出第二个人。您一定得帮帮我。成，如果让爷爷我知道你没干好事儿，不等你爸，我先抽死你。二爷爷，我知道你最好了。苏婉婉这边可不知道，唐成球的二爷爷竟然就是他认识的那个唐老。此时已经是4月份了，他马上就要跟着娘亲启程回京了。4月底的时候，他们一行人终于到达了京城，一路上倒是也没受罪。哎，他们回来了。玉儿妹妹，妹妹，小姑姑。苏婉婉等人下了马车，小玉儿看到南枝哥哥，也是甜甜的喊了一声哥哥，喜得叶南枝赶紧拉着他。玉儿妹妹，你们可算来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回家看看。大哥二哥，快看，这就是咱们妹妹，是不是很漂亮，很可爱？舅舅家竟然没有一个女孩子啊，怪不得月儿受欢迎呢。这个想来就是我们的表弟。你好，表弟，我是你的大表哥叶南轩。大表哥，我叫沈元一。哈，我又多了一个弟弟，我是你二表哥叶南亭。二表哥，走，咱们进屋，我那里有好多好玩的，还给你们准备了很多礼物。小妹，我是大哥啊。大哥。苏婉婉喊了一声，众人也没有在门口多说，相互簇拥着入了府。认祖归宗的仪式定在了第2天，苏婉婉一行也是累得慌，就先好好的休息了一夜。二婶，求见的帖子太多了，我想着要不要直接为小妹举办个宴会好了。婉婉，你觉得呢？婉婉啊，没事儿的，这宴会你是主场，咱们自己办的，没人敢做什么。更何况今日本来就要带你去见陛下的，正好咱不去了，我给陛下写个信，让他来参加宴会。好，我听娘的。举办一场宴会也不是简单的事情，时间就定在了3日之后，就在这镇国公府。老爷子，您喝茶呢？小的让瓦泥匠给您请来了，把院中的廊子给修一修，这里有点危险，您要不到那边喝茶？没事儿，我坐这里看着他们修，你忙你的。管事儿的离开，霍老爷子无聊，正好看着那些人爬高上低，一个个干的是满头大汗。霍远的手有些颤抖，但他还是稳住了心神，专心的在垒瓦片，眼睛时不时的看向爷爷的方向。你们都累了，老爷子让你们过来喝点水再继续干。沈渊的手顿了顿，看到有2个人已经下去了，这才跟在了后面。谢谢霍老爷子。沈渊咕咚咕咚的灌了3口水，然后把碗往桌上一放，抬起胳膊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打了一个嗝。甜，这水真甜。果然，他刚说完这句话，祖父的头猛的一下子就抬了起来，看了他一眼。霍世忠眼眶微红，强忍着心中的悸动，看着那汉子又爬到了廊子的顶上。是他家霍远，虽然变了一张脸，但是他能感觉到。他就说嘛，若是那小子也跟着来了京城，一定会想方设法进府的。你们谁也回木工的呀？接着
有3个人举起了手，霍远赫然在列。就你吧，下来，我屋里的床好像坏了，你跟我去看看。屋内的祖孙2人也没有立刻相认。你看看这床啊，看看是哪里的毛病，咋这么响呢？察觉到四周无人，霍远这才跪了下去，重重地给祖父磕了一个响头。哎呀，孩子，你这小子太冒险了呀！祖父，这里不安全，我长话短说，这次回京我准备找陛下坦白。在北昌府那边，我发现了二伯不仅大肆敛财囤粮，还私挖铁矿。您猜的没错，怕是他们已经在准备着那些事了。只要阻止了他们，把他们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，还没造成重大影响，我们霍家就不会成为千古罪人。祖父，您信任陛下吗？这些逆子，陛下还是值得信任的，不然早就对我们霍家动手。霍元，你做得对，既然他们撞到了你眼皮子底下，还真不能袖手旁观。只是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保全自己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还有妻儿。对了，你那媳妇是个好的呀。我媳妇儿很好，她如今有陛下和公主护着，又有福泽天下的功劳在身，她不会有事的。我也会万般小心。祖父，有机会我带她来见您。能见你一面，祖父便知足。太危险，不必着急。祖父很开心，你这小子呀是有福气的，去了乡下还能捡到那样好的媳妇儿。这个你拿着，里面是我们霍家军的兵符。祖父，保重。当天夜里，夫妻2人便到了空间内。你和祖父是怀疑如今的军中将领已经被人收买？是大伯二伯他们，但是他们笼络的或许只是以前霍家军，只靠霍家军还有他们饲养的几个兵，怕是根本不能成事。所以我怀疑军中怕是也已经倒戈。可是按照大伯他们的性子，怕是根本下不了这么大一盘棋吧。更何况霍家军念着霍家或许可以归顺他们，军中将领那么多，不说别人，就是如今的武安侯，怎么可能归顺霍家大伯二伯？苏婉婉这些日子也听了沈渊对如今军中局势的分析。媳妇儿真聪明，武安侯他是不会归顺大伯他们的，他也不一定会归顺任何人。这种事儿不一定非要拉拢执掌天下兵马的武安侯，只拉拢军中其他将领也能成事。我只是觉得他有点可疑罢了。沈渊，你真的没想过那个位置吗？我跟我的先祖一样，从来不觉得那个位置有多好。若是先祖有那个心，当初这帝王也轮不到云家来做。当然，如果当今陛下是个残暴之辈，苛捐杂税，民不聊生，我或许会有那个想法。可是当今陛下仁慈，再加上边境并不算太稳，如果这时候再去争，那才是罪人之行。翌日就是叶家宴请宾客的日子。殿下，咱们郡主还真是国色啊。怎么样，好看不？听村里人说你也会上妆，但是今天到底不一样，这个妆容啊是京城贵女妆，你是郡主，这样挺好的。娘，这会不会太高调了？不高调，你是我云染的女儿，又是陛下的亲表妹，怎么打扮都没事儿。总算是等到人来的差不多了，宴席也正式开始。苏婉婉松了口气，大嫂招呼着众人落座。这时候又来了一家人。大嫂见状脸色一变，但是迅速地调整好了心态，迎了上去。二姐这女儿好生标致，很有二姐当年的风范呐。二姐还真是，这么大的喜事竟然也不通知我一声，我不请自来，二姐不会怪罪吧？想着三妹府内事务多，不敢叨扰，没想到三妹今日倒是闲下来了，是我这做姐姐的不是。
既然来了，就入座吧。三妹，云清公主的身后有2个妇人也都过来见礼，其中一个妇人是平阳郡主，她是云清公主的女儿，另一个妇人就耐人寻味了。二婶儿，陈二夫人可别这么叫，你这声二婶我也担不起。有啥担不起的？她也是你们叶家曾经的儿媳妇。你也知道这是曾经的呀，不知道这陈二郎知不知道他的妻子竟跑到前夫家里去参加宴会了？若是知道，会不会埋怨三妹不干人事儿啊？三妹，也不是姐姐说你，都做奶奶的人了，还是这么不懂事儿，怪不得家都管不好呢。二姐现在也太没人情了，我这不也是正巧碰上了陈二夫人，看她心情不好，就带过来散散心。再怎么也是你们国公府大少爷的亲娘，不至于说的这么难听吧？公主说的对，再怎么也是我们家轩哥的亲娘，既然来了都是客，陈二夫人请入座吧。多谢大夫人。这一切本来应该是她的，她一个乡下女子凭什么有这样的好运？这么大的国公府，未来的国公夫人，还有他那聪慧的儿子，若还都是他的，那该有多好。陛下到。平身吧，今日是二姑姑家家宴，不必这么虚礼。你就是婉婉表妹吧？朕可算是见到你了。是婉婉应该早些进宫觐见的。不妨事，你才回京几天，还要认祖归宗，又要准备宴会，这是朕给表妹的见面礼。多谢陛下。不用谢，你可不仅是朕的表妹，是叶家的女儿，更是为解决百姓温饱立下汗马功劳的嘉诚郡主。朕以天下百姓之名谢过小表妹。不就是发现了几个错误，这都夸上天了，是不是还要百姓跪拜他才成啊？等到饭菜都上桌，众人也终于吃到了粉条做的蚂蚁上树以及凉拌腐竹、清炒腐竹。不多一会儿，陛下好像也喝多了，他起了身，准备先行离开。陛下，府上有醒酒汤，不如喝一碗再走。成，朕头晕得厉害，去后头休息一下。大伯，我来吧，您陪着客人。沈渊领着云玄硕还有一个太监往后走去，那里有一个偏院，很安静。陛下走了，咱们大家继续喝，今日啊，不醉不归。果然，陛下走了，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。郑国公，你们叶家这女婿虽然是个农夫，但是毫不怯场，挺不错的呀。那可不是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巧？叶家2个女儿都看上了他，一定有过人之处啊。嗨，莽夫一个，啥也不懂，让诸位见笑了。霍大人，不知道老爷子最近身体可好一些了？哎呀，家父年纪大了，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多谢郑国公关心啊。霍老爷子一生为国，上次去探望时得知，如今已经发现了产量极大的作物，也是激动的喜极而泣，还说呀想要见见婉婉。哎呀，可是霍老爷子身体不好，也不方便去打扰，回去一定要替我家婉婉向老爷子问好啊。郑国公放心，您和三小姐的心意，我一定会带到。沈渊，朕听说你曾经在王将军麾下，按理说朕不该强人所难，可是如今朝中无猛将，若是你有意的话，朕……陛下，草民惶恐，家中妻女离不开草民，即便在村中种粮开作坊，草民以为皆是为国做贡献，军中人才济济，草民也深有体会，万担不起陛下如此看重。哦，是朕考虑不周，你说的对。你和表妹如今做的事情，也是对我大夏国更有意义的事情。2个人并没有谈多久，接下来说的也都是红薯玉米的话题。等到陛下喝了醒酒汤之后，他们这才回到席中。霍向东看到陛下都走了，自己也醉醺醺的告辞离开了。主子，陛下果然要招揽沈渊，不过他拒绝了。这沈渊果然是个没见识的乡里汉子，天天就想着孩子媳妇儿热炕头那点事儿，这么好的机会都不要，
不过倒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不用管他，回去盯紧老爷子那边，最近不要让任何人再接近他。去铜锣巷。爹，娘今天累了一天，我看她都没吃好饭。她刚才带人去后院，你给她把这个送过去，让娘先填饱肚子再干活，这边不着急的。你娘没白疼你。好，给我吧，我送过去。叶行远接过了食盒子就往后头走。轩儿，你怎么能对那个女人那么好啊？我才是你亲娘啊！这位大娘，我可不认识你。李娇荣看着南轩那清冷的背影，心中一个酸楚，差点要掉下眼泪来。这明明该是自己的儿子，可他却喊自己大娘，还这般的冷漠疏离。肯定都是那个乔明珠教的，都是他把儿子教得如此的六亲不认。明珠，你还没吃东西吧？过来先吃点，水果点心让他们弄就行。夫人，您就放心吧，不会出错的。大爷专门送了饭过来，您赶紧去吃。夫君，你不在前面招待客人，还专门给我送饭，这太失礼了。哎呀，那些客人哪里有夫人重要啊？有爹他们在呢，我出来一会儿没关系的。更何况这可不是我准备的，是轩儿准备的，特意让我送来。还是南轩疼我。不远处的李娇荣看到那叶行远就是一直在给那个女人夹菜，还为她挑鱼刺，一双眼睛布满了水雾。这边乔明珠还是很快就吃完了饭，赶紧又去忙活了。刚走到一个拐弯处，就看到了李娇荣，他扭头就走。行远，难道我们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得了吗？你想做什么？我和你现在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也各自有婚嫁，这样于理不合，请自重。行远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求求你，我跟你是没关系了，可是轩儿呢？她可是我的亲生骨肉啊！我是她的亲娘，我想见见她有错吗？你也是做父亲的，你能理解一个母亲的心吧？我不让你见她了吗？你不是见过了吗？你想见也得看她认不认你这个娘。今日我们府上没有给你发请帖吧？你却不请自来。你想做什么我也管不着，明珠大度让你留下来，你就安分一点。你想见轩儿你就去见，但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，这一套现在对我不管用。叶行远想起以前，他也是真心喜欢过这个姑娘的。叶家出事儿，他也那么决绝的离开，他还以为她是个干脆的女人，最起码很清醒。所以这些年他从来也没有恨过她，他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恨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你想见轩儿，我也让你见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别忘了你现在是什么身份。如果你再这样，我不介意找婵儿说道一下，让他管好他的夫人。苏婉婉和大嫂说说笑笑的正走过来，就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。好在大哥动作够快，一个侧身直接躲了过去，那女人直接就摔了下去。明珠，我没让她碰到。我还不信你吗？到底是轩哥的亲娘，你这也太……我没有这样的娘，我是我娘养大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来人，赶她出去，以后不准这个女人再踏入我叶府一步。还有，直接送她去陈府，问问陈大人，她是不是想做本公子的爹？南轩这孩子霸气啊！问陈大人是否想做他爹，陈大人敢吗？轩儿，轩儿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你亲娘。陈儿，他会打死我的，他真的会打死我的。娘后悔了，后悔当初不该丢下你。可是娘也没办法，娘受不了那个苦的。娘肯定走不到西北就死了，娘没办法。
真的不是故意抛下你的。你到现在都不明白你错在哪里。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怪过你当初做的事情，你如今过什么样的日子跟我们也无关，你不该来破坏我们的生活。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凭什么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星远，你忘了我们曾经也……走走走，快把他拉走，就依大少爷所言，送回陈家去。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撺掇的他们和我离心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回京后我就没有阻止过轩儿认你这个亲娘，是你自己被嫉妒乱了心。嫉妒没有用，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路，就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。人被带走了，叶行远上前握住了妻子的手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！等着过来看热闹的三公主云清看到李娇荣就是被拉走了，也是眉头一皱，还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本以为带人过来能膈应一下叶家，可没想到不仅没膈应到，反倒让人家感情越来越好似的。三妹是不是很失望啊？没办法，南轩这孩子可是明珠亲手养大的，哪怕不是亲生，那也胜似亲生。说明啊，我们南轩懂事，分得清是非善恶。二姐如今是苦尽甘来了，就想看我笑话。嗨，一把年纪了，哭什么呀？羞不羞？别忘了，你是公主，是陛下的三姑姑，别整得自己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。一场宴会也没什么风浪，就这般结束了。你和沈渊准备什么时候回啊？眼看着麦收了，路上还要走那么久。不行，我和雪儿还是跟着你去吧。是啊，婉婉，我也想去那边，在那边久了，这京城倒是住不惯了。娘，二姐，咱们不能因为不喜欢就逃避，身份放在这里，你们总待在乡下也不是个办法。更何况我怕大伯舍不得你们呢。你们放心，以后不忙的时候我们就来京城看你们，而且再过个1-2年，那边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我和沈渊也可以来京城常住。真的？你们会来京城？当然了，我不骗你们，我和沈渊都商量着在京城买宅子了，你们也帮我们留意着。买什么宅子啊？叶府和公主府，住哪里都行。确实是该买，咱这是嫁女儿，又不是娶媳妇儿，得考虑沈渊的感受。沈渊此时来到了叶慕飞的书房。恳请大伯明日带小婿入宫，小婿有要事要禀告陛下。今日和陛下在后院喝醒酒汤，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。叶慕飞能带着整个叶家在苦寒之地经营10多年，而且保全了叶家大部分男丁，绝对不会是庸才之辈。做事谨慎小心，不愧是我叶家的女婿。你已经见过霍老爷子了？沈渊点头。婉婉知道你的身份。大伯，他知道，一切都知道。小婿霍远拜见大伯。好，好，你还活着，真好。接着霍远就把自己在通许县的发现给说了，还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计划。明日我就带你入宫，婉婉和孩子们你放心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叶家定护他们周全。只是此事凶险万分，你万不可逞强，无论如何请务必保全自己。大伯放心，我会小心行事的。翌日，沈渊如愿的见到了皇上，自然他是偷偷摸摸的去见的，装成了一个宫里的小太监。沈渊从宫中出来，身上多了一张密诏，还有代表着皇帝的一枚印章。有了这2样东西，整个河北郡的兵力还有官员他都可以调遣。准备妥当之后，沈渊和苏婉婉终于要回村了。等回到村里，已经是5月中旬了，正好赶在收麦前夕。沈渊家地多，若是他们不能赶回来，咱也不能耽误了他家的活儿。
虽说他们家也有一些下人，但是架不住地也多呀。等咱们的地都收了之后，都去沈渊家里帮忙，务必保证麦子准时收藏。谢谢李正，村里人帮忙，我们主子也不会让大家白帮忙。主子临走前交代过，按照作坊的工钱给帮忙的人结算。那不能，若不是沈渊他们，咱们大柳树村也没现在的好日子呀。帮忙收麦子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还要什么工钱李正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也知道我们主子的脾气。吴根发很坚持，刚说定了这事儿，傍晚主子他们便到了。回到村里，苏婉婉这才觉得自己还是更喜欢这里的生活。怎么也没多待些日子啊，家里有我们呢，就算收麦子也不耽误事儿，和李正说一声，村里人帮着就收了。大伯娘，倒不完全是因为收麦子，这不是想你们了吗？京城可没咱这村里舒坦啊。京城咋会没咱村里舒坦呢？你呀，就会哄我老婆子。我可没哄你，我娘都想还再跟着来呢，就是吧，脱不开身。你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啊，都去老宅吃饭。你们大嫂二嫂都准备着呢。大哥大嫂，你们路上辛苦了。小叔、大爷爷、大奶奶，我们好想你们。哎呦，咱小叶儿的嘴啊是越来越甜喽。走，去找丰年哥哥他们。